Is it easy? No. Can it be done? Yes. 今天还有点呢，我想了解。哎，你的华语说得很好，你也讲得不错嘛。其实常讲就会习惯。有道理。李光耀口中这件困难的事，不是别的，正是学华语，也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。困难到什么程度？看车苹果就好，苹果甜吗？苹果切味。哎呀！你们到底要买什么？1979年的小贩中心会用华语和顾客沟通的小贩只有1.2%。在当时方言主导的社会，你去巴沙买个菜，可能都得会好几种方言，才能和不同籍贯的小贩沟通。政府当年成功让国人放弃方言来学华语，如今的环境却大不相同。国人认为是时候放宽方言限制。几百场卖座的潮语版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也让人看见了国人对方言内容的需求。做人爱有情有义。因此，黄循财总理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，放宽付费电视和电影的方言限制。只要同时提供一个华语配音版本，电影的方言版本在戏院上映的次数将不再受到限制。谈到方言，大家都会提及1979年推行的讲华语运动。为什么当年会推行这样的运动？这40多年来，新加坡社会和相应政策又有哪些改变？让我们回到讲华语运动推出前的一年。1978年，当时双语政策已推行超过10年，可是，在第一和第二语文考试中及格的学生还不到40%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吴庆瑞报告书点出，双语政策之所以不见成效，原因之一是85%的学生在家不讲学校教的语言，讲的是方言。于是，1979年，李光耀说：“那是要改善咱的社会，要提高咱的教育水准。”要进一步提高咱的文化的水准，所以认为逐步将华语可以代替方言。1979年9月7号，推广华语运动正式启动。那一年，去到哪里都会看到这个口号：多讲华语，少说方言。说白了，就是要让方言从日常生活中退场。多讲华语，少说方言。华人都会听华语。Nobody's brain is 1,000 gigabytes. At the most is 5 gigabytes. And the more you waste gigabytes with all these multiple names and grammatical rules and accents, the less you have of other things. 在这套逻辑里，语言学习是一场零和游戏，华语和方言你只能2选1。讲到这里，你脑子里大概会冒出第二个问题：学校不是还教共同语言英语吗？只学英语不是更有效率？干嘛要费那么大力气学母语？ One abiding reason why we have to persist in bilingualism is that English will not be emotionally acceptable as our mother language. 那为什么母语非得是华语，而不是当时最多华人在讲的福建话？過20年，那是中國的現代化成功，伊的貿易是相當大哈。迄時你會講華語方便，講福建話無路用的，所以文化上對咱有利，經濟上也是有利。 对咱家己团结、家己无相习惯的发展，这是讲道理的。3个原因共同指向同一个答案：新加坡必须得用华语取代方言。由此，80年代的新加坡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封杀方言。江湖上各大门派为了争夺这把宝刀，死伤无数。从港台买进的剧集，凡是有粤语、闽南语对白的，一律用华语配音才准播出。1982年，香港电视剧《亲情》成为电视台最后播放的方言连续剧。同一年，以方言节目为主的电台立地呼声正式停播方言节目。嘿，呢個石頭亦都太過殘忍啦！短短10年，
推广华语运动就从方方面面改写了普通人的生活，成效也相当惊人。到了1989年，在家主要讲方言的小一新生百分比从超过60%暴跌到个位数，使用华语的则从仅2%增加到将近70%。在方言最常出现的小贩中心和巴莎，用华语和顾客沟通的小贩从1.2%涨到21.9%。在这场华语对方言的较量里，方言在头10年就已经败下阵来。到了90年代，讲华语运动的对手已经从方言变成了英语，在家讲英语的华人家庭大幅增加，讲华语的则开始下滑。现在这个社会 ，If you cannot speak English, wherever you go is very rude。请让我们看看那些玩具熊猫。哎，你的普通话说的挺不错的。我们在家常讲华语。1992年，时任副总理王鼎昌明确宣布，运动重点正式转向讲英语的华人。那讲华语运动给方言电影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？早在1979年10月，电检局就开始呼吁片商减少进口方言电影。至于正式的规定，根据 IMDA 给我们的答复，当局是在1999年实施方言电影限制，确保华语是华人电影的主要语言。政府若无叫咱小人忙死哦，政府叫咱小人才死哦。不过，根据电影业者和当年的本地媒体报道，在这项规定正式落地前，用原声公映的方言电影已经寥寥无几。1991年上映的香港电影《爱在他乡的季节》获准以粤语原声在新加坡公映时，被形容为破笼而出。当时电检局给出的理由是，从艺术角度考虑，电影里的语言本身带着很强的真实感，抽走方言会破坏整部电影的完整度。1992年《阮玲玉》，1996年《甜蜜蜜》，1998年《南海13郎》。这些方言对白居多的外来电影，都因为以原声上映这件事登上了当年的报章版面。不过，方言电影的限制并非一刀切。99年之后，好几部大量使用方言的本地电影也获准以原音公映。當我太傷心嘅時候，更不用提電影節放映的方言電影。這些電影一路來都不受限制，每年約有30至40部方言電影在電影節放映。讓我們接近，縮短距離，大家說華語，先開口講華語，皆大歡喜。如今，距離推廣華語運動啟動已過去47年，電影《給阿嬷的情書》引發搶原音場次的熱潮。國會裡議員們一遍遍追問：推廣華語真的需要砍斷方言嗎？在當年那個語言不通、雙語政策舉步維艱的處境下，政府或許認為是需要的。統一我國華人的共同語言是那個時代的務實選擇，但務實不等於沒有代價。我們必須承認，方言的退場讓一整代人失去了熟悉的語言，連同它承載的記憶和身份。不少方言工作者在短時間內失業或被迫轉行。我了解，在感情上，這項抉擇是相當痛苦的，可是一定要做的。今天的現實是，英語早已成為推廣華語路上更強的對手，繼續收緊方言已沒有任何實際意義。今天我們在推廣華語的同時，也可以為方言的使用騰出更大的空間。在多元文化的新加坡，有華語也有方言，是不是反而讓文化更加百花齊放？